上眼睛，纵身一跃。就在我快要落到消防楼梯上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往旁边一推，我重重地摔在了楼梯上，膝盖和胳膊都擦破了皮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刀，脸上沾满了血迹，神情凶狠地看着我，把物资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我的3个室友重生了，而我却没有重生。一脸懵的我被他们拉着四处囤物资，租豪华公寓，信心满满的迎接末世的到来。然而这个末日不一般，它好像在循环。12月28日，明明该是冰天雪地的时节，北方却迎来32度的高温。我躺在大学寝室的床上吃着雪糕，苏婉，快下床，锁好门窗。宿舍门被猛地推开，林佑拎着2个大购物袋冲进来，脸色惨白如纸，额头上还沾着几滴暗红色的液体。我刚想问他是不是出了车祸，他却一把拽起我的胳膊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别吃了，世界末日要来了，高温催生丧尸，12月31号就开始爆发。我以为他是小说看多了走火入魔，笑着想推开他，却发现江凌月和夏荷也跟着进来了，两人手里都提着鼓鼓囊囊的物资。江凌月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赫然是一段监控录像，画面里一个穿着外卖服的男人突然扑倒路人，疯狂撕咬，被咬的人挣扎片刻后居然缓缓站起来，眼神空洞地朝着镜头走来，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青灰色。江凌月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平静地说，我们3个都重生了。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重生丧尸，这不是林佑昨晚跟我聊的小说剧情吗？可当林佑拿出手机翻出上一世末日时的新闻截图和聊天记录，那些真实的死亡数据，政府发布的紧急避难通知，还有他和江凌月、夏荷在避难所里的绝望留言，又让我不得不怀疑。我颤抖着问他们，那上一世我们活下来了吗？江凌月的眼睛里却带着一丝悲伤，上一世我们被困在宿舍，室外气温一天比一天高，丧尸数量爆发式增长，成批涌进宿舍，导致整栋楼沦陷。我们因为物资准备不足，又被丧尸困在宿舍里，最后弹尽粮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丧尸撕咬，却无能为力。夏荷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染血的衣角，这是上一世你最后的东西。我看到他们3个都泛红了眼眶，于是上前抱住他们。如果他们说的重生是真的，江凌月突然开口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3天，与其各自回家面对未知的风险，还不如4人待在一起。宿舍是不能待了，这次我们不仅要备足物资，还要租个带地下室的公寓，买发电机和太阳能板，另外必须多准备些武器和防护用品。夏荷皱了皱眉，可是我们的钱不够啊，我兼职攒的钱只够买这些基础物资。江凌月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我来出钱。公寓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北街的豪华公寓，4楼，带地下室，月租1万，先付3个月。武器方面，我已经托人买了几把弩和几十支箭，明天就能送到。我吓了一跳，1万，这也太贵了吧，万一末日没来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而且弩是管制物品，被发现就麻烦了。林佑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放心，要是末日没来，这钱我跟江凌月分摊。至于弩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保命最重要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紧急新闻：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，部分地区出现不明原因的人员攻击事件，警方已介入调查。看这速度，丧尸时间紧迫，我们4个互相对视一眼，决定现在就搬去公寓，然后分头采购，必须赶在31号之前把所有物资都准备好。北街的豪华公寓很大，3室1厅，还有一个宽敞的地下室，采光和通风都很好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按计划分头去采购物资。一到超市，我和夏荷就开始大买特买。我们先是直奔饮品区，拿了10桶桶装矿泉水，2大袋饮料，接着又到食品区拿了5箱方便面，4箱压缩饼干，30盒自热米饭，1箱罐头咸菜类食品，2袋雪糕，最后到生活用品拿了10提卫生纸和3大箱姨妈巾。江凌月雇了2个搬家公司的师傅，把我们采购的物资一一搬了进来。简要收拾房间后，林佑和夏荷开始整理食物和水，把矿泉水和饮料分类放在地下室，泡面、压缩饼干和自热米饭则堆在客厅的储物柜里，还特意在地下室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防御工事，用木板和钢筋加固了门口。这时我才突然想起防暑降温的东西还没买，于是我又拿起手机就往批发店跑。到了批发店，我才发现很多人都在疯狂采购物资，矿泉水和方便面已经被抢购一空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批发店的老板一边给我拿东西，一边压低声音说，小姑娘，赶紧多买点东西躲起来吧，刚才有人看到医院里拉走了好几个活死人，咬了好几个人呢。我好不容易才抢到10几个小电扇，10多盒电池和5盒冰凉贴，又去药房买了一些备用药和退烧贴，匆匆往公寓赶。回到公寓时，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已经安装好了，江凌月正在调试发电机，林佑和夏荷也已经把物资整理好了。看着客厅里堆得满满的物资，还有墙角立着的消防斧、弩和几瓶汽油，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。忙了一整天，我们终于把所有物资都采购齐全了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眼前的物资，我拿起手机给父母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母亲的声音传来，婉婉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？是不是缺钱了？新闻上都说了，外面不太平，你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。我鼻子一酸，强忍着泪水，妈，我没事，就是想你们了。最近天气反常，你们一定要多囤点吃的和水，把门窗锁好，
千万别出门，也别给陌生人开门。父亲接过电话，声音却有些异样。婉婉，你张叔他昨晚被那个东西抓伤了，今天早上他变得跟新闻里一样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压抑的抽泣声，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，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彻底粉碎。丧尸已经不再只是室友口中的故事，它正在真实的发生，并且逼近我的家人。挂了电话，我发现室友们也都在给父母打电话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担忧的神色。林佑挂了电话，红着眼眶说，我爸妈不肯相信我，还说我胡思乱想。江林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担心，我们做好自己的准备，等末日真的来了，我们再想办法联系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。根据气象部门监测，未来1周全球气温将持续飙升，东北部分地区气温可能突破40度，预计12月31号气温将达到峰值。另据官方通报，近期多得出现不明原因的人员攻击事件，部分伤者出现发热、皮肤变色、行为异常等症状，疑似新型传染病，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，做好防暑降温措施，储备足够的生活物资，锁好门窗。新闻播出后，公寓里一片寂静。林佑突然开口，丧尸真的要来了，我们现在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我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不知道我们12月31号，我是被热醒的，睁开眼睛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空调即使开到最低温度也丝毫不起作用。我起身走到客厅，发现室友们都已经起来了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汗水，穿着短袖短裤，手里拿着小电扇拼命地扇着。江林月拿着温度计，脸色凝重地说，现在室内温度已经35度了，室外温度估计已经超过40度了。林佑递给我一瓶冰水，快喝点水降温。我们已经把阻闷器安装好了，沙发和衣柜也堵在了门口，从现在开始我们绝对不能出去。他指了指门口，门口堆得像一堵墙，还在上面放了几个空瓶子，只要有人靠近，瓶子就会掉下来发出声音。我走到窗边，拉开一条小缝，外面的景象让我惊呆了。街道上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行人，路边的树木都被晒得枯萎了，连柏油路都好像要融化了一样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。远处的高楼大厦在热浪中显得扭曲变形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就看到一股黑烟冲天而起，还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。不好，应该是发生火灾了，还有丧尸。夏荷脸色发白地说，他紧紧握住手里的消防斧，身体微微发抖。江林月立刻打开收音机，里面传来主持人焦急的声音，紧急通知，北街附近发生火灾，同时出现大量不明身份的攻击者，这些攻击者行为狂暴，具有攻击性，疑似感染了新型病毒，请附近居民尽快撤离到安全区域。但由于高温和交通瘫痪，撤离通道已被阻断，请大家务必待在家中，锁好门窗，做好防御措施。我们都慌了神，想要撤离，可又想起外面的高温、火灾和丧尸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收音机里又传来了一条消息，由于高温天气，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水断电情况，请广大市民做好应对准备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跑到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发现水流已经变得很小了，断断续续的。林佑说，我们赶紧把浴缸和所有能接水的容器都灌满水，万一停水了，我们还有备用的水。另外，把发电机启动起来，储备好电力，万一停电了，小电扇和手电筒还能用上。我们立刻行动起来，把浴缸、水桶、脸盆都灌满了水。就在这时，公寓里的灯突然灭了，空调也停了，整个公寓陷入了一片黑暗。紧接着，我们听到了门口传来了奇怪的脚步声，还有低沉的嘶吼声。停电后，公寓里的气温越来越高，很快就升到了40度。我们拿出备用的小电扇，连接到发电机上，虽然吹出来的都是热风，但也聊胜于无。林佑和夏荷把冰袋和冰枕拿出来，分给每个人一个，用来降温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的大火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上一世，室友们就是因为断水断电，又被丧尸困在宿舍里，最终遭遇了丧尸潮，没能活下来。这一世，我们虽然提前做好了准备，但面对如此极端的高温和越来越近的丧尸，我还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撑过去。江林月靠在墙上，手里拿着弩，眼神警惕地盯着门口。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丧尸的趋热性会让他们被发电机和我们的体温吸引，我们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，否则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过来。食物还够我们吃3个月，谁也够喝1个月。江林月突然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但发电机的燃油只够我们用半个月，太阳能板因为高温，效率也降低了很多，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。另外，我们的武器有限，只有1把弩、2把消防斧和几把折叠刀，要是遇到大量丧尸围攻，根本不够用。夏荷皱了皱眉，要是燃油用完了，我们就没有电了，小电扇也用不了，到时候我们会被活活热死的。而且没有电力，晚上就只能靠蜡烛照明，更容易被丧尸发现。我想了想，我们可以省着点用，白天尽量少用发电机，只在晚上开几个小时，用来照明和降温。另外，我们可以把矿泉水瓶装满水，放在窗户边，利用太阳能加热，这样既能洗澡，又能节约燃油。林佑点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对了，我们还要注意节约水，除了喝水和做饭，尽量不要用水洗脸和洗澡，实在受不了就用湿毛巾擦一擦。还有，医疗用品一定要省着用，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。就在我们商量着如何节约物资时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，还有丧尸低沉的嘶吼声，伴随着咚咚的撞门声。门口的空瓶子掉在地上，
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不好，丧尸找到这里来了！我们都紧张起来，大气都不敢喘，撞门声越来越激烈。门口的沙发和衣柜都在微微晃动，好像随时都会被撞开一样。林佑脸色惨白地说：“怎么办？门快要被撞开了。”江凌月咬了咬牙：“大家准备好，一旦门被撞开，我们就跟他们拼了。”苏婉，你躲在后面，用折叠刀保护好自己。夏荷，你跟我一起用消防斧攻击丧尸的头部。只有打爆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最终才渐渐平息下来。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上，脸色都很沉重，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夜深人静时，夏荷抹挲着那块从第一世留下的属于我的染血衣角，低声说：“婉婉，上一世你是为了回去就落在后面的我才被丧尸，我当时吓傻了，除了尖叫什么也做不了。这块布每次摸到都像烧着我的心脏。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法释怀的愧疚。林佑看着我，大口喘着气：“苏婉，我知道你心里很害怕，但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在丧尸末日里，只有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，但刚才门外丧尸的嘶吼声和撞门声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，让我浑身发抖。就在这时，收音机里传来了一条不好的消息。由于高温天气持续，丧尸的活跃度越来越高，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多起丧尸潮事件，部分城市已经被丧尸占领，超市和商店被抢劫一空，甚至出现了人为了争夺物资互相残杀的情况。请广大市民务必待在家中，不要外出，注意自身安全。江凌月立刻起身，我们再去检查一下门窗，确保没有问题。另外，把地下室的门也加固一下，万一这里守不住，我们就撤退到地下室。我们跟着江凌月把门窗都加固了一遍，又在门口放了更多的障碍物，还在地下室的门口安装了一个简易的陷阱。就在我们检查完门窗，准备回到客厅时，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了更激烈的惨叫声和哭喊声，还有丧尸的嘶吼声，越来越近。我们跑到窗边，拉开一条小缝往下看，发现一群丧尸正在围住楼下的一户人家，他们疯狂地撞过门，门很快就被撞开了。丧尸蜂拥而上，里面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更让我们心惊的是，这群丧尸后面还跟着几个拿着武器的人，他们不仅没有帮助被围攻的人，反而在一旁抢夺物资，甚至把一个受伤的人推给了丧尸，以此来拖延时间，自己趁机逃跑。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林佑紧紧握住我的手：“别害怕，我们现在很安全，他们不会上来的。”可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一旦丧尸抢完了楼下的物资，就会往上冲，而那些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人也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气温越来越高，室内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，室外温度更是直逼60度。我们每天都靠发电机和小电扇勉强撑着，食物和水也越来越少。为了节约物资，我们每天只吃2顿饭，每顿饭都吃得很少，喝水也都是定量分配。林佑和夏荷因为高温已经出现了头晕目眩、脱水的症状，我也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浑身无力，皮肤被晒得发红脱皮。江凌月虽然也很疲惫，但还是强撑着，每天轮流值班，监控外面的情况，还教我们如何使用弩和消防斧应对丧尸的攻击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突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，越来越浓。江凌月立刻起身：“不好，可能是发生火灾了。”我们跑到窗边，发现隔壁的公寓已经燃起了大火，火势蔓延得很快。由于高温和干燥的天气，大火很快就烧到了我们的公寓，我们赶紧撤离。江凌月大喊道：“再晚就来不及了！”我们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背包，里面装着一些食物、水、医疗用品和武器，然后朝着地下室跑去。可就在我们跑到地下室门口时，发现地下室的门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打不开。怎么办？地下室的门打不开，夏荷急得哭了起来。江凌月用力踹了踹门，门还是纹丝不动。别慌，我们从消防通道撤离。我们立刻转身，朝着消防通道跑去。跑到消防通道门口，我们发现通道里已经充满了浓烟，根本看不清路，还伴随着刺鼻泪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林佑咳嗽着说：“我们不能走消防通道，太危险了，里面可能还有丧尸。”江凌月看了看四周，突然指着窗外：“那里有消防楼梯，我们可以从那里下去。”我们跑到窗边，发现外面果然有一个铁楼梯，但距离我们的窗户还有一段距离，需要跳过去。江凌月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先跳，你们跟着我。”说完，他纵身移。江凌月跳下去后，回头对我们大喊：“快跳！”火势越来越大了。夏荷深吸一口气，背着一个装满物资的背包也跳了过去。接下来是林佑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也跳了下去。最后轮到我，我看着下面的消防楼梯，心里充满了恐惧，双腿不停地发抖。林佑在下面大喊：“苏婉，别害怕，我们在下面接着你，相信自己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纵身一跃。就在我快要落到消防楼梯上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往旁边一推，我重重地摔在了楼梯上，膝盖和胳膊都擦破了皮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刀，脸上沾满了血迹，神情凶狠地看着我：“把物资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”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林佑和夏荷立刻冲了过来，挡在我面前：“你别过来，我们没有物资。”那个男人冷笑一声：“没有物资？我才不信！你们从那么高的楼上跳下来，肯定带了不少好东西。”他说着就朝着我们冲了过来，手里的刀挥舞着。就在这时，大火突然蔓延到了消防楼梯上，浓烟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楼梯也开始发烫。那个男人也慌了神，转身就往楼下跑。江凌月大喊道：“别管他了，我们快往下跑！”我们立刻跟着江凌月
朝着楼下跑去。跑到1楼时，我们发现街道上已经一片火海，很多房屋都被烧毁了，到处都是丧尸的尸体和人类的残骸。我们不敢停留，我们跑了很久，终于跑到了一片空旷的草地上。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高温依旧没有消退，我们都累得瘫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身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疼。林佑拿出一瓶水递给我，喝点水吧，补充一下体力。我接过水，喝了一口，发现水已经变得温热了。江林月看着远处的火海，脸色凝重地说，这场火灾不知道要烧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而且高温持续这么久，很可能会引发暴雨，到时候洪水会淹没这里，我们会更危险。就在我们商量着去哪里找安全的地方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我们都高兴极了，以为这场大雨能浇灭大火，缓解高温，可没想到大雨越下越大，很快就变成了暴雨，地面上的积水越来越深。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暴雨让环境温度骤降，这反而让我们活人的体温在丧尸的感知中变得更加突出，他们变得更加狂暴，在雨中嘶吼着，行动也变得更加敏捷，疯狂地朝着有热源的方向努来。不好，暴雨太大了，我们快找个高处躲起来！江林月大喊道。我们立刻起身，朝着附近的一座小山跑去。跑到半山腰时，我们发现山体开始滑坡，大量的泥土和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还伴随着丧尸的嘶吼声。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往山顶跑。就在我们快要跑到山顶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，山顶的一块巨石滚落下来，朝着我们砸来。更让我们绝望的是，巨石后面居然跟着一群丧尸，他们在巨石滚落的速度很快，我们根本来不及躲闪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江林月突然把我和林佑推到一边，自己则朝着巨石冲了过去。江林月，我们大喊道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江林月居然身手敏捷地躲开了巨石，只是胳膊被石头擦破了皮，流了很多血。我没事。江林月朝着我们大喊，快往上跑，丧尸快追上来了。我们跟着江林月终于跑到了山顶，山顶上没有什么遮挡物，暴雨挡在身上，冰冷刺骨，我们都冻得瑟瑟发抖。夏荷从背包里拿出几件外套分给我们，快穿上，别感冒了。我穿上外套，看着山下的景象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暴雨还在继续，山体滑坡越来越严重，山下的村庄已经被洪水淹没了，到处都是丧尸的嘶吼声和人类的求救声。几只丧尸已经跑到了半山腰，朝着我们嘶吼着，一步步逼近。我们紧紧握着手里的武器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突然看到远处有一艘救援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驶来。救援船在洪水中艰难地前行，船上的工作人员拿着武器，正在驱赶周围的丧尸。我们都高兴极了，朝着救援船大喊，这里有人，快来救我们！救援船很快就靠近了我们，船上的工作人员把我们拉上了船。我们坐在船上，看着窗外的暴雨、洪水和丧尸，心里终于稍微踏实了一些。可我知道，这只是暂时。救援船上挤满了幸存者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和绝望，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。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拿出仅剩的食物和水，分着吃了起来。林佑看着周围的人，低声说，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可怜，但是我们也要小心，别轻易相信别人。在丧尸末日里，人性往往会受到考验，为了生存，有些人会不择手段。我点点头，心里也提高了警惕。船上的幸存者们大多沉默不语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低声交谈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到我们面前，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，几位同学，你们手里还有食物和水吗？能不能分给我一点？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女儿也快饿坏了。她指了指身边一个瘦弱的小女孩，小女孩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我们。江林月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夏荷心软，从背包里拿出一块面包和一瓶水，递给了她，给你，快吃吧。那个男人接过面包和水，连声道谢，然后转身就把面包和水分给了小女孩。我们都愣住了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为了家人才来向我们要食物。就在我们以为这个男人是个好人的时候，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，指着我们，别演戏了，把物资都交出来，我女儿已经不行了，但你们还得活，对吧？他身后的那个小女孩突然动了动，抬起头，露出一张青灰色的毫无生气的脸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。男人近乎崩溃地吼道，他只是病了，需要食物，把吃的给我。我们这才惊恐地意识到，他抢夺物资是为了喂养这个即将完全转变为丧尸的女儿。生存与人性的扭曲。我们被围在中间，每个人都拿着武器，眼神凶狠地看着我们。江林月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折叠刀，神情坚定地说，我们不会把物资交出来的，想要物资就先过我这一关。林佑和夏荷也拿起了身边的消防斧和木棍，做好了反抗的准备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充满了勇气。虽然我没有什么战斗力，但我也不会拖累他们。我紧紧握着手里的折叠刀，眼神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人。那个男人见我们不肯交物资，怒吼一声，朝着江林月冲了过来。江林月身手敏捷，躲开了他的攻击，然后用折叠刀划伤了他的胳膊。那个男人惨叫一声，后退了几步。其他幸存者见我们不好惹，也不敢再上前了。就在这时，救援船突然剧烈摇晃起来，船上的警报声也响了起来。不好，船要沉了！有人大喊道。我们都慌了神，赶紧朝着船头跑去。原来船底被水下的丧尸撞破了一个大洞，海水正在不断地涌入船舱。跑到船头，我们发现船底的洞口越来越大，
海水已经淹没了船舱的一半。救援船的工作人员大喊道：“大家快跳船，游泳到附近的小岛上去，那里相对安全。”我们立刻跳下水，朝着附近的小岛游去。海水冰冷刺骨，但为了生存，我们只能拼命地游。身后，救援船缓缓下沉，船上的幸存者们发出了绝望。我们游了很久，终于登上了一座小岛。小岛上长满了树木和杂草，看起来很荒凉，但空气清新，没有城市里的刺鼻味道。我们找了个干燥的地方坐下来休息。江林月拿出打火机，点燃了一堆篝火，用来取暖和驱赶野兽。林佑和夏荷则去附近寻找水源和食物。我坐在篝火旁，看着远处的大海，心里充满了迷茫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小岛上活下去，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更不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。没过多久，林佑和夏荷回来了，他们手里拿着一些野果和一瓶淡水。我们找到了一些野果，还发现了一处山泉。林佑高兴地说，这些野果可以吃，山泉也可以喝，没有被污染。我们都很高兴，立刻吃起了野果，喝起了山泉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突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叫声，好像是野兽的叫声，又像是丧尸的嘶吼声。我们都紧张起来。江林月拿起消防斧，警惕地看着周围，大家小心，可能有野兽，也可能有丧尸。我们顺着叫声的方向走去，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山洞里黑漆漆的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江林月点燃了一根蜡烛，走进了山洞。我们跟着他走进山洞后，我们都惊呆了。山洞里居然有很多物资，还有一些武器和工具，包括几把枪、几十发子弹、帐篷、睡袋、食物和水，甚至还有一台小型发电机。更让我们惊讶的是，山洞里还有一个简易的医疗。山洞里的物资很丰富，足够我们用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们都高兴极了，终于不用再为物资发愁了。江林月检查了一下物资，说这些物资看起来是有人提前准备好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暂时定居下来。我们都点点头，开始整理山洞里的物资，搭建帐篷和睡袋，还点燃了篝火，用来取暖和照明。山洞里很干燥，也很安全，没有丧尸的威胁，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。就在我们整理物资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些奇怪的文字：末日循环，万物重启，丧尸横行，唯有打破执念方能逃离。我把纸条拿给室友们看，他们都皱起了眉头。林佑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末日循环？难道我们一直在经历同一个末日？江林月沉思了一会儿，有可能上一世和这一世末日的情节都很相似，都是高温催生丧尸，然后引发一系列的灾难，只是有些细节不一样。比如我们这一世提前准备了物资，搬到了公寓里。夏荷也点点头。而且上一世我们没有遇到救援船，也没有找到这个小岛和山洞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就连山洞里的物资也很快耗尽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食物，不然又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。于是我们决定分头行动，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回来。江林月把山洞里的武器分给每一个人，说道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任何危险就用手上的信号弹发出信号。我一个人朝着北边走去，却不料竟意外探索到了循环的秘密。地图早已失效，我只能凭感觉和太阳辨认方向。世界安静的可怕，除了风声和偶尔传来的遥远嘶吼，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和脚步声。一路上，我看到了很多被丧尸破坏的城市和村庄，到处都是尸体和残骸，还有几只丧尸在四处游荡，嘶吼着。我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丧尸。就在我准备休息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呼救声，还伴随着丧尸的嘶吼声。我立刻起身，朝着呼救声的方向跑去。跑到那里，我发现一个女孩被一群丧尸包围了。女孩看起来很害怕，浑身发抖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拼命地抵抗着丧尸的攻击。我没有多想，立刻冲了过去，拿起手里的消防斧，朝着丧尸的头部砍去。丧尸被我打倒了几只，但更多的丧尸涌了过来，把我们包围了起来。就在我们快要被丧尸包围的时候，女孩突然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烟雾弹，狠狠砸向地面。闭眼！她大喊，刺目的白光伴随着大量灰色浓烟瞬间爆开，辛辣的气味充斥鼻腔。丧尸们发出混乱的嘶吼，在烟雾中失去方向。女孩拉着我的手，快跟我走。我们趁着烟雾冲出了丧尸的包围，朝着远处跑去。跑了很久，我们终于摆脱了丧尸的追击，停在了一个安全的仓库里。女孩看着我，感激地说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叫沈月，你呢？我笑了笑，我叫苏婉，你怎么一个人在？沈月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小型净水器，接上雨水管里残存的水滴，示意我喝点。她的装备专业的不像普通幸存者，直到天快黑了，她才慢慢说出自己的故事。我父亲是方舟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之一，他摩挲着脖子上挂着的金属吊牌，上面刻着复杂的符号，那不是诺亚方舟，是气候干预项目。他们研制了一种微生物，本意是加速吸收大气中的甲烷和二氧化碳。他的声音低下去，但实验室发生了泄漏，微生物与某些有机质发生了不可预测的结合与变异，最初的感染者是3位处理泄漏废料的工程师。更可怕的不是灾难本身，而是后续发现。我父亲在最后的日志里推测，变异微生物群体可能产生了某种类似蜂群意识的低频共振，这种共振在与特定的磁场条件叠加时，有可能造成局部时空结构的褶皱或回响。沈月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简单说就是时间循环。而循环的锚点往往是灾难初期聚集了最强烈情绪，特别是恐惧、绝望和执着求生欲的地点或人群。我想起我们的公寓楼，想起一次次死亡与重启，寒意从脊椎爬升，所以我们宿舍很可能就是一个锚点。沈月点头，竟是会，那些穿黑衣服的
他们知道循环的部分真相，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循环是地球的自我进化机制，必须确保它完成。所以他们要销毁所有可能中断循环的研究数据，包括我父亲藏在旧数据中心的抑制剂配方和情感共鸣器的设计图。就在这时，仓库外隐约传来汽车引擎的低吼。沈月脸色一变，迅速熄灭应急灯。我们趴在窗户边缘，看到2辆黑色越野车缓缓驶过街道，车顶的天线在转动，像是在扫描什么。他们在找我身上的信号源。沈月从衣服夹层取出一个 U 盘大小的装置，我父亲的生物密钥备份，没有这个，数据中心最深层的门打不开。他看着外面渐近的车灯，深吸一口气。苏婉，我必须去数据中心，但一个人做不到，我需要……他话未说完，仓库另一侧堆满纸箱的角落，突然传来一声极轻微的、熟悉的咳嗽声。我和沈月猛地转头，手中的武器对准黑暗。纸箱后，3个人影缓缓站起，手电光扫过他们疲惫却熟悉的脸。江凌月、林佑、夏荷。林佑脸上还带着擦伤。婉婉，我们听到爆炸声，一路找过来的。这位是相遇的震撼尚未平息，江凌月已经切入正题。我们偷听到静视会的通讯，他们要在红月之夜，也就是明晚，炸毁几个重点目标。就数据中心在名单上第1页，5个人，在弥漫着灰尘和危机。沈月用灰尘在地上画出数据中心结构图。抑制剂和情感共鸣器能削弱微生物活性，用积极情感信号覆盖锚点的恐惧频率。它指向建筑外侧的检修井 A7，那里有触发模拟事故的开关，能让静视会误以为数据已毁。林佑立刻抓住关键，需要一场发生在别处的大骚乱引开守卫。江凌月沉思后确认计划可行，但强调时间差必须精确到分钟，任何环节出错都会导致全员覆灭。夏荷摸着口袋里的染血衣角轻声补充，明晚红月之夜他们就会炸毁那里，我们没有第2次机会。计划迅速细化。A 对林佑，夏荷前往3公里外的废弃通讯塔，用烟雾罐、爆竹和镜片制造幸存者火并假象。B 对我，江凌月、沈月趁机潜入触发模拟程序，在混乱窗口期下载数据。江凌月调试对讲机，设定布谷鸟、雷声、雨点、阳光4组简单信号。沉默中，林佑突然问：如果有人没能汇合呢？沈月率先回答：数据优先，无论谁拿到，都带去城南救水塔。江凌月补充：每月第1天正午，大学老槐树下等2小时，夜幕降临前，A 队带走最低限度的补给先行出发。夏荷用力抱了抱我，在耳边说：这次一定要不一样。林佑眼圈微红地揉揉我的头发。江凌月只是用力握了握我和沈月的手。我们 B 队将在2小时后行动。沈月最后摸了摸父亲的金属吊牌，贴身藏好。如精密齿轮般的计划开始转动。无人晚9点，我们潜伏在数据中心对面的烂尾楼2层。红外望远镜显示守卫密集，入口双哨，巡逻小组，楼顶瞭望点。对讲机沉默得令人心焦。就在约定时限9点半前几秒，布谷鸟信号终于传来。A 队成功了。楼顶瞭望哨迅速用对讲机汇报，2辆越野车载着6名守卫疾驰向东南方。守卫减半，我们按计划通过地下管沟迂回到建筑侧面。检修井 A7近在眼前时，却发现井旁多了一个临时掩体。计划外的暗哨。江凌月迅速拿出缴获的对讲机，调到后勤频道，模仿指挥层声音。指挥中心呼叫 Delta 少尉，通讯塔需重型支援，立即携 B 类装备前往。掩体内对讲机响起。暗哨骂骂咧咧地拖着箱子离开。沈月立即撬开井盖，井下5米处的横向管道尽头，他输入父亲生日倒序密码，打开绿色铁箱，用力拉下红色拉杆，警报轰鸣，红灯闪烁，模拟程序启动。但沈月脸色骤变，备用电源被连锁切断，主隔离闸门可能正在关闭。我们刚爬出井，对讲机传来夏荷压抑的疾呼，我们被回防小队咬住了，正在引开。别管我们，拿到东西。通讯戛然而止。A 队出事了，我们冲向地下室入口，沉重的合金闸门，用肩膀和铁棍顶住下落的闸门。沈月插入生物密钥 U 盘，验证通过。闸门停住回声，我们冲进向下坡道，尽头的厚重7米门后就是服务器室。沈月扑到主控台，插入数据密钥，屏幕开始瀑布式下载。我和江凌月抵住门，外面撞击声越来越近，进度条缓慢爬升。沈月突然紧盯副屏幕，念出父亲隐藏日志，若锚点因据而故，需以截然不同之终局撼动奇迹，必要之时湮灭本身，或成最强回响。他抬头，眼中闪过觉悟，彻底改变循环。可能需要锚点相关者经历一次情感冲击极强的不同终局，向循环注入新模式。7密门锁扣发出刺耳变形声，进度条停在96%。沈月猛地拔出硬盘，塞给江凌月，指向角落通风口，走，这里通往地下管网。他调出红色最终界面，我要启动真正物理过载，让这次守护的湮灭成为新纪录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惊问。沈月笑了，笑容里有他父亲的影子，告诉人们还有别的选择。他用力将我们推入通风口，最后回眸，他挺直脊背按下红色按钮，轰鸣、气浪与吞噬一切的强光从身后涌来。从排污口钻出时已是黎明，身处荒凉河滩。我和江凌月紧攥存有希望的硬盘，按备用计划向城南旧水塔移动。江凌月发现硬盘有写保护且加密，但共鸣器原理可查看，它发射能与积极情绪脑波谐振的频率，也许只需粗糙模拟，强化区域内尚存的善意，就能影响锚点。水塔等待2日。
A 队未归。第3天下午，进士会地毯式搜索逼近，逃亡中我们再次被巡逻队发现。江凌月将硬盘和密码线索沈月生日与宿舍门牌号组合塞进我口袋，以致唯一经历每次循环开始的人，可能本身就是锚点一部分。他开枪引开追兵，消失在断墙后。我独自逃回大学，在老槐树下挖深坑，用防水布包裹硬盘和纸条埋入。背靠树干，林佑的笑话，夏荷的糖，江凌月的眼镜，沈月讲述父亲时的眼神，全部沉淀为树下泥土的重量。夕阳如血时，我被围在树下，为首者举枪冷笑。我平静道：恐惧不是唯一情感，毁灭不是唯一终局，循环会记住每次不同选择。班机透响，聚会中无数画面飞散，宿舍闷热，公寓火光，分享的罐头，沈月的背影，江凌月的拥抱，窒息感重现。次日清晨，宿舍里，我从睡梦中猛地惊醒，看了下手机，屏幕显示今天是10月1日，我居然回到了国庆节这天，难道循环还在继续？